这不是我的陪嫁香囊，这是苏婉那个贱人的东西。去幽王府的路，苏婉，你果然还是和梦里一样，为了抢状元夫人的头衔，买通了轿夫互换花轿。你想让我替你嫁给那个双腿残废、性情暴虐的废太子楚燕？如你所愿，状元府的火坑留给你，这废太子的牌局我接了。我不到了，快走！侯府的二小姐，既然来了，就自己走偏门进来吧，王爷没空迎亲。大将律例第3卷第7条，皇室亲王娶正妃，若走偏门，视为蔑视皇恩。你一个奴才，是想陷你家王爷于不忠不孝之地吗？这侯府的草包小姐怎么懂律法？这气场竟比王爷还吓人！开正门，本妃要堂堂正正走进去。忠永侯府的人胆子不小，竟敢大声喧哗，你信不信？本王现在就划划你的脸！脉象虚浮，呼吸沉重，嘴唇泛出不正常的青紫色，这根本不是烧伤导致的残疾，这是中毒。王爷这把刀杀不了我，因为你的右手虎口正在微微痉挛，这是乌头碱毒发的前兆。今晚子时，你若不施针白毒，这双手也会和你的腿一样废掉。到底是谁派来的奸细？我是来跟你做一笔交易的人，我治你的腿，你给我王妃的权。忠永侯那个老主夫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敢用这种满门抄斩的谎言来诓骗本王？本王的腿是火灾所致，太医院早有定论。太医院那群明哲保身的老油条，看出了中毒，又怎敢得罪现任太子？是不是谎言？试过便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手没力气了。只是阻断了你的神经传导，半个时辰后自然恢复。王爷，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谈了吗？侯府的大小姐竟有这等奇绝的医术。王爷不必试探，我不叫苏婉，我是侯府刚从乡下接回来的真千金苏锦。我在乡下10年，只学了一件事，就是怎么从阎王手里抢人。这女人好生无礼，但她指尖的温度，竟然让本王没有感到恶心。王爷中的是西域曼陀罗提取的复合神经毒素，长期微量服用会导致下肢经络麻痹，形同废人。只要用金针刺血，配合活血化瘀的草药熏蒸，不出3个月，我保你能站起来。你要什么？我要绝对的王妃之权，我要王府后院的管家对牌，我要在这座王府里除了你，没有任何人敢对我说一个不字。好，够贪婪，够直接。本王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这是王府对牌，只要你能让本王的腿有起色，这座王府你说了算。但若你敢背叛本王，若有背叛，不用王爷动手，我自己把命赔给你。合作愉快，夫君。苏锦有点意思。王妃，厨房说没有燕窝了，只给了一碗冷掉的清粥，还有这炭盆，送来的全是呛人的劣质湿炭。看来拿着对牌不用，这群刁奴还真当我是病猫了。哟，王妃娘娘，咱们王府比不得侯府娇贵，王爷有令，府内要勤俭节约。这早膳和炭火，您就将就着用吧。勤俭节约，王嬷嬷这身锦缎袄子，少说也要10两银子，这也是勤俭节约省出来的。垂直，把人给我押到正院天井，鸣锣召集全府仆役。我是内务府指派来伺候王爷的老人，你一个刚进门的心腹，凭什么发落我？就凭这个，大晋律例，主母掌家，奴妻主者，轻则杖责20，重则发卖。你借口勤俭，每月克扣后院开销500两，全进了你京城外的私庄，贪没主家财产，
这一条，够你在大理寺的大牢里蹲一辈子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这账本明明做得很隐秘。血口喷人！我要见王爷！王爷不见刁奴，来人，给我打，重重的打！都给我听清楚了，这座幽王府从今天起，规矩由我苏锦来定。做事的我重赏，敢伸爪子的，我剁了你们的手！王爷，这王妃出手够狠的，需不需要属下？不用，本王的后院缺的就是这把嗜血的刀，随他去闹，出了事本王担着。禀王爷，侯府的大小姐苏婉和新科状元顾大人带着厚礼来给您探病了。探病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苏婉、顾云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昨日的账，咱们今天连本带利一起算。哎呀，这幽王府怎么一股子血腥味儿？姐姐，妹妹和状元郎特地带了上好的老山参来探望你，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应该被那个残废王爷折磨得半死不活吗？怎么敢稳坐主位，连护院都对他服服帖帖的？锦儿，木已成舟，这也是你的命。你若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定会放肆！谁准你直呼本妃的名讳？苏锦，你莫要不识好歹！我是堂堂新科状元，朝廷命官。大晋律例卷首明载，亲王正妃乃御级金册所封的超一品诰命。你区区一个正六品修作，见了一品亲王妃，竟敢不跪？你装什么威风？谁不知道幽王是个失势？是个什么？苏婉妄议皇室亲王，按律当拔舌流放。你敢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吗？前世就是这对狗男女用虚伪的深情骗我入局，榨干我的价值后将我毒死。今生我要你们把吃进去的一点点吐出来。垂直，教状元郎和状元夫人什么是规矩。请顾大人、顾夫人向幽王妃下跪奉茶。你这是仗势欺人，有辱斯文。我讲的是大晋的国法，护的是皇室的尊严。你一个读圣贤书的状元，连尊卑法度都不懂，怎么替圣上分忧？护院听令，他们若不跪，就给我按着他们跪。下官给王妃请安。哎呀，茶杯太烫了！我的脸！在本王的院子里动本王的女人，当本王死了吗？新科状元，侯府千金，既然不懂规矩，本王不介意亲自教教你们。来人，把这两个冒犯王妃的狂徒给我扔出王府大门！王爷息怒，下官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多谢王爷出手。你既然与本王签了契约，你的命就是本王的。除了本王，谁也没资格动你。现在，该你履行诺言了。王爷，你中的这种复合神经毒素会阻断神经元的传导，传统的汤药根本进不了经脉。我今晚要做的是用特殊的磁性金针刺入你的环藻、扶三里等大穴，便可唤醒你此处的经脉感应。经脉感应，血窍传导，这女人嘴里怎么全是些本王闻所未闻的说法？但不知为何，她这副笃定的神情，竟让人莫名安心。这个过程会极其痛苦，犹如剔骨削肉。但只要你感觉到疼，就说明神经开始复苏了。王爷，能忍吗？本王连地狱都去过，还会怕这点疼？动手！毒素淤积太深，强行打通经络，常人早就痛晕过去了。他竟然连一声都不吭，这男人的心性可怕无比。忍一忍，还剩最后一针，跟我说话，转移注意力。你当年在战场上遇到过最强悍的敌人是谁？是那些躲在朝堂阴暗处，拿着刀子捅向自己人的伪君子。我的腿有感觉了，这是肌肉的应激反应。王爷，我说过我能治。罗妃，
奴婢刚才奉命去小厨房查探，在给王爷熬药的药罐底部发现了这个，是提纯过的乌头。有人还在持续不断的给王爷下毒，内鬼就在这王府里。哟，王妃娘娘怎么大清早来这铜臭地儿了？老奴正核对下个月的药材采购单子呢。核对单子，正好把这3年王府所有采购西域香料和名贵药材的账册全部搬出来。这黄毛丫头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。这些账册全是按照流水账做的假账，各种名目错综复杂，连内务府的查账御史都看不明白，你能看出个花来？王妃，这账册多达上百本，您就是看上1个月也看不完啊。再说，库房重地，没有王爷的口谕。王爷的对牌在此，见牌如见王爷。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搬不出来，我按包庇谋逆之罪，直接送你去诏狱。想用古代流水账糊弄我这个长签达里家族跨国企业的现代灵魂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只要抓取资金流出和药材入库2个关键节点，一切屏障手段都是虚妄。他竟然没有逐笔核算，而是在抽查每个月的总纲，把药材损耗直接对标了市价变动。不好，他发现那个窟窿了。建和13年6月，入库人参50斤，实则以次充好，套取白银3000两。同年10月，采购安神香料，账面支出2000两，实则全部流入了城东的地下黑市。赵总管，这3年，你借着采购药材的名义，足足贪没了10万两白银。王妃饶命，老奴也是一时糊涂，还暗中夹带毒药回府。你不是糊涂，你是受人指使。来人，把司库的门给我砸开！走。这是上京城最繁华的回春堂医馆的房契，上面居然写着我生母的名字。侯府主母那个恶毒女人，当年说我生母的嫁妆全部在战乱中遗失，原来是被她暗中吞并，还把地契通过内鬼藏在了这座王府里洗钱。王爷，王妃不仅揪出了内鬼，连人家洗钱的赃款都给断了。她比本王想象的还要锋利。传令下去，把赵账房秘密处决，顺着黑市的线给本王把幕后之人揪出来。吃了我母亲的，我要你们连皮带骨全部吐出来！我们走着瞧。母亲，顾郎刚入翰林院，正是需要打点的时候。这医馆这个月的进项，您可得多拨给我一些。放心，这医馆每月的流水足有数千两，全是你和状元郎的底气。那个死在乡下的贱人留下的东西，早就是咱们侯府的了。侯夫人好大的后口，吃着别人亲娘的嫁妆，也不怕崩了满嘴的牙。苏姐，你怎么还能下地走路？不是说幽王会把你……怎么，没死在幽王府，让你很失望吗？可惜，我不仅活得好好的，今天还要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放肆！你虽嫁入王府，但终究是侯府的女儿，这就是你跟嫡母说话的态度。大禁律例，女子出嫁，嫁妆属个人私产。若女子事故，嫁妆由其亲生骨肉继承，夫家不得侵占。看清楚了，来回春堂的房契上写的是我生母林氏的名字。钱掌柜，你身为医馆掌柜，联手侯府做假账吞并主家财产，按律当赐字流放。这房契不是一直锁在王府的暗库里用来洗钱吗？怎么会落到他手里？你敢拿官府压我？我可是钟有侯的正妻，你信不信我让侯爷把你从族谱上除名？除名？求之不得！有你们这样藏污纳垢的家族，简直脏了我的名字！各位父老乡亲作证，今日我大晋幽王正妃苏几依法收回生母名下产业，随之请衙役大哥清点账目，将这群鸠占鹊巢的刁民给我赶出去。
侯夫人、顾夫人，请吧，别让小的们动粗。这贱丫头到底在乡下学了什么妖术，怎么变得如此心狠手辣、滴水不漏？苏锦，你把掌柜和坐堂大夫都赶走了，我看你这个空壳医馆怎么开门做生意！这就不劳状元夫人操心了。哼，3天后回春堂重新开业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悬壶济世。王妃，侯府把京城有名的大夫都威胁了一遍，根本没人敢来我们这里坐堂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这医馆真成空壳了。急什么？医者看的是医术，不是排场。只要有第一个病人，招牌就能立起来。大夫，救命啊！我儿子吃糖葫芦卡住了喉咙，对面的保安堂嫌我们穷不给治，眼看孩子就不行了。医无窒息，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几分钟，普通的拍背根本没用。主旨，清退人群，保持空气流通。这哪是救人，这简直是打人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别碰我儿子！闭嘴！想让他活就别动。王爷，王妃这手法前所未见，会不会惹出人命？他做事从不做无把握之举，看着就是。活了！多谢活菩萨，多谢神医呀！太神了，连脉都没把，硬生生从阎王手里把人抢回来了。各位，回春堂即日起不仅看诊，还推出平安牌。凡是办理平安牌的百姓，每月领取代煎预防汤药1费，看诊药费一律8折。疑难杂症，我苏锦亲自接诊。本王的王妃果然是个宝藏。王爷，刚接获暗报，现任太子那边盯上了王妃。今晚子时，黑市的杀手伪装成劫匪突袭回春堂，毁尸灭迹。传黑甲暗卫，今晚本王要让那群老鼠有来无回。崔植，把灯灭了，躲进药柜底下的暗格去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。王妃，你小心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怪只怪你这医馆挡了上面贵人的财路，杀一个不留。现任太子的死事，看来我查抄那批走私香料彻底踩到他们的痛脚了。想杀我，下辈子吧！啊！我的眼睛好辣，像火烧一样。我特调的爆辣石灰粉，沾上一点就能让人瞬间丧失战斗力。真当我是好捏的软柿子？臭娘们儿，花招挺多，去死吧！本王放在心尖上的人，你们也敢刀子？玄影，留活口，剩下的剁碎了喂狗。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多亏王爷来得及时。好一个东宫太子，我的好皇兄！既然你嫌命长，那本王就亲手送你上路。王爷，我这双拿银针的手足以自保。你强行催动内力护我，若致毒素逆流攻心，我前些日子的施针就全废了。本王说过，既然签了契约，你的命就是我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毁了我的东西。这男人连关心人都说得这么霸道，但他背上这些层层叠叠的伤疤，足以证明他当年从储君之位跌落时，经历了怎样惨烈的绞杀。药上好了，太子既然连黑市杀手都动用了，想必是狗急跳墙。接下来他必定会有更大的动作。他等不及了。明日就是皇家1年1度的秋收大典，父皇特下恩旨，命本王携王妃同去。这就是他布下的天罗地网。苏锦这个贱人，凭什么推这个残废还能如此风光，而我却成了京城的笑柄？这次求礼，太子殿下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幽王帝，
你这双腿残废多年，连马都上不了，父皇召你来秋谢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有劳皇兄操心。臣弟虽然上不了马，但杀几只不长眼的老鼠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里的鸟鸣声停了，且空气中有一股极淡的火硝味。皇兄的待客之道，总是这么迫不及待。玄英，护好王妃。敌暗我明，纯靠武力硬挡必有伤亡，必须破坏他们的视线。闭眼，平亲。这是什么妖术？我的眼睛睁不开了！王妃，睁不开了！敢当着本王的面杀他，找死！你疯了！你的神经系统还在修复期，强行站立会导致肌肉撕裂的。只要你没事，撕裂又如何？幽王竟然能站起来，这是欺君大罪，必须立刻向陛下和太子禀报。糟了，你站起来的样子被皇上身边的暗龙卫看到了，欺君之罪，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祸！王爷、王妃，皇上的御辇正朝着咱们营帐赶来。既然父皇容不下我，那今日同行的还有太医院的院正和太子，最多就带派半杀生的时间。杀出去！外面有2万御文军，你能杀多少？还没到最后一步，绝不能掀桌子。现代医学中，若要伪造不可逆的神经坏死，唯有阻断主干神经传导。虽然极其危险，但这是唯一的生路。我现在要用截脉风穴法，强行切断你2腿的痛觉神经和肌肉反射，这相当于人为制造一次严重的重创，过程生不如死。且稍有不慎，你的腿就真的永远废了。你敢不敢赌？这条命都是你的，动手！坚持住，神经正在阻断。我要制造出你双腿遭遇重创，彻底失去反射的假象。朕听闻幽王在林中遭遇流匪，受了重惊，特带院正来看看。是啊，甚至有人亲眼看到七弟为了救王妃，竟然奇迹般的从轮椅上站起来了呢。父皇明鉴，王爷本就残疾，今日突遇刺客，轮椅翻倒，王爷是被摔下山坡的。若非护卫拼死相救，臣妾与王爷早已命丧黄泉。太子殿下这般构陷，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吗？是与不是，验过便知。李元正，去。启禀陛下，幽王殿下的双腿神经不仅完全坏死，且今日遭受重创，气血淤堵，只怕此生再无站立的可能。不可能！暗探明明看到他。闭嘴！你这个逆子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看来暗探看错了，老七这双腿废得彻彻底底，对我这皇位再无威胁。反倒是太子手段如此拙劣，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兄弟相残。锦儿，你受惊了，传朕旨意，彻查林中刺客，赏幽王府黄金1万两，1000年人参10支，好生休养。父皇，那腰牌定是幽王弟从黑市买来栽赃陷害的，儿臣怎会雇佣杀手去杀自己的弟弟？这分明是离间骨肉！栽赃、离间，那这些黑市杀手的卖身契，还有太子司库里转出的银钱流向，你又作何解释？父皇，黑市杀手之命，臣弟不放在心上。但太子皇兄为了一己私欲，竟勾结黑市扰乱朝政，甚至在皇家猎场动用连堵，此举若不严查，何以安天下？陛下，太子德不配位，残害手足，勾结不法，请陛下废除，以庆效尤。请陛下废除。皇，儿臣是一时糊涂，是被苏锦那个贱人设计的。皇兄，是他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攀扯王妃？证据在此，你还要应辩吗？传朕旨意，太子储君失德乱政，我即刻废黜储君之位，关入宗人府思过。东宫一切事务，暂由幽王代为查办。
姐姐，幽王妃，求求你，顾老是冤枉的，他只是帮太子写了几篇奏折，他是无辜的。苏婉、顾云，你们当日为了荣华富贵陷我于死地时，可曾想过无辜二字？晶儿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被朱由蒙了心。大江律法面前没有回头路，你们的下场皆是咎由自取。晶儿，王妃娘娘，你能不能去求求幽皇，放我出去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顾云，你最大的错不是帮太子写奏折，而是你明明知道回春堂是我生母的嫁妆，却默许侯府以权压人，甚至为了掩盖真相，买通大夫毒害医馆的病患。我没有。这是钱掌柜的供词，每一笔银子都有你的亲笔画押。你以为你那点聪明才智能瞒天过海吗？你这种人，永远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。为了状元之名，你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当初的婚约。是啊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那个父亲周永侯，他也是这样的人。他不仅知道是我吞了你的嫁妆，他还分走了大半。苏锦，你就算毁了我，你也毁不了侯府，你毁不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父亲。侯府，我也一定会亲手拆了，但我不会像你一样把自己当成权力的垫脚石。你就在这里，用你下半辈子好好怀念你那些没做完的官梦吧。苏锦，你不得好死！大小姐，不，幽王妃，侯爷和夫人不在府里。不在，那就把这些东西贴在门口。忠永侯府非法侵占苏锦生母林氏嫁妆清单如下：回春堂医馆一座，城南商铺3间，田产500亩，限侯府3日内归还并补齐亏空，否则幽王府将申请朝廷强制执行。既然你们不讲情面，那就别怪我让你们身败名裂。江南水欢，这时间也太巧了。废太子刚倒，江南就告急，这分明是父皇在给你下套。江南不仅是太子的粮仓，更是他最后的一支死士军团盘踞地。父皇怕我，但他更怕太子死灰复燃，所以他想借我的手去彻底肃清江南。如果清不掉，就让我永远留在那里。这是一场豪赌，如果拒绝就是抗旨，如果去了就是九死一生。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去冒这个险呢？我安排了别院，你留在京城，这里有我的安危。王爷忘了，我是王妃，是你的合作方，更是你的大夫。你的毒虽然封住了，但必须时刻跟进针灸。若我不在，你毒发谁来救？而且江南的商业网络需要整合，那里不仅有太子党，还有大晋最肥沃的田产。我去江南，不仅是救你，更是为了把这些被他们私吞的民脂民膏全部收回来。静儿，此去路遥，太子余党必定会在路上设伏。那就让他们来，我们既然敢去，就做好了掀翻他们的准备。王爷，这一局我们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。这一走，再回来时，这大晋的天恐怕就要变了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变天又如何？目标已离京，江南的那些人，准备好送他们上路吧。
幽王殿下救命啊！江州连降暴雨，不仅淹了良田，近日城中更是爆发了罕见的水瘟。百姓们说是天降神罚，下官实在无能为力啊！天降神罚，这不过是你们为了掩盖贪墨赈灾粮草，企图引发民变造反的借口罢了。既然知府无能，那这江州的官业，本王就暂且替你收了。就是他！我在京城听说了，这个废太子是个灾星，是他把瘟疫带到了我们江州，赶他走！银针试毒只能测砒霜，这水中泛着蓝光，且带着微弱的苦腥人味，分明是人为投下的夹竹桃与蓝毒草混合之液。这根本不是瘟疫，是有人在蓄意投毒！都给我住口！王大人，你说这是天降瘟疫，可瘟疫只传染人，为何这井边的杂草也都枯黄黑死？这瘟疫凶猛，寸草不生也是有的。王妃莫要危言耸听。好一个寸草不生！崔竹，把我车上的净水沙拿来。乡亲们，水温是假，有人投毒是真。你们喝的井水被人下了慢性毒药，症状与瘟疫极为相似。只要用高温煮沸，配合木炭白旋过滤，此毒立解。多谢王妃救命之恩，我们错怪幽王殿下了。这个幽王妃怎么懂这么多偏门邪道？不能让他们活着进城查账。王大人，连水里有毒你这父母官都查不出来，这江州知府你不用干了。玄影，摘了他的乌纱帽。下官领罪。你今日当众破了他的局，今晚他必然会狗急跳墙。我等的就是他狗急跳墙，他不乱，我们怎么找借口抄他的家？王爷，驿站外全是杀手，连弓箭手都备齐了。属下拼死护送您和王妃杀出一条血路。慌什么？王妃说她有御敌之策。玄影，让你的暗卫全部退入2楼内室，用湿毛巾捂住口鼻。没有我的命令，绝对不许点火。面粉，大敌当前，王妃不布置防线，搬面粉做什么？难道要给杀手做馒头撑死他们？按王妃说的做。幽王殿下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给我搜，一个活口都不留！在密闭空间内，当可燃性液面粉与空气核达到一定浓度，只要遇到一丝明火，就会瞬间引发剧烈的体积膨胀。这就是现代工业最可怕的事故——粉尘爆炸。送你们上路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倒，捂住耳朵！这是天雷下凡吗？王妃只用了一堆面粉，就费了300精锐。锦儿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本王不知道的？王爷别急着惊讶，既然王知府连底牌都打光了，现在该我们去抄了他的老巢，拿回江南的赈灾粮了。大人，这账本烧了不就一了百了吗？何必带着这累赘逃命？你懂个屁！这账本上记着废太子和内娱大人在江南倒卖官盐，扣扣军饷的所有流水，这是老子的保命符。幽王若是查不到这账本，他就没法向皇帝复命。王大人，走得这么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幽王殿下，下官知罪了，下官已把这些金银全部献给殿下。献给王爷？你贪墨的是江南百姓的救命粮，是朝廷的赈灾魁，你哪来的脸拿别人的命来做人情？这账册不仅纸张特殊，还带有防水的油墨印记。看来这不仅是贪墨账，更是他们勾结外敌走私的铁证。建和14年，走私金铁3万斤出关；建和15年，倒卖官盐获利50万两。王大人，你不仅是贪官，你还是卖国贼！
大靖幽王奉旨钦差，查明江州知府王某贪墨赈灾粮饷，投毒谋害百姓，勾结逆贼卖国，数罪并罚，按律当斩，即刻行刑。天有眼啊！幽王千岁，王妃千岁！大家不要抢，按人头领粮。江州的赋税，今年幽王府做主，全免。静儿，有你在，这天下才有救。王爷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废太子只是个幌子，这账本的最终资金楼下，竟然是朝中最受清流给养的首辅大人。原来，真正想倾覆大靖的，是那只藏得最深的老狐狸。太安静了，按理说此处是漕运枢纽，不该连一艘商船都没有，除非有人提前封锁了航道。玄影，立刻降下主帆，抛锚减速。前方2里处的江门峡谷有埋伏。锦儿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雾气中隐约有红光闪烁，且江水的气味不对，空气中弥漫着极浓的猛火油的味道。首府的红莲暗卫不仅要截杀我们，他们还要在这江面上放火烧船，毁尸灭迹。保护王爷王妃，快打水灭火！不能用水，猛火油比水轻，用水泼只会让火势顺着水流蔓延全船。古代的水寨火攻，一旦猛火油被点燃，船只几乎必死无疑。但我早防着这一手。启动备用防火帆，用船舱底部的沙土覆盖甲板上的火苗，隔绝空气。这帆布，你做了什么手脚？我离开江州前，让人用高浓度的明矾水反复浸泡了这面备用船帆。明晶受热会释放大量结晶水并吸收热量，这是最天然的防火阻燃涂层。首府想妖死我们，做梦！放滚木，砸沉他们！王爷，船舱底部被滚木砸破漏水了，最多半炷香就会沉没，咱们必须弃船。弃船就是活靶子。既然他们封了水路，那我们就硬杀上去。剑儿，把带有倒刺的铁矛绑在弩箭上。给这群卖国贼一点颜色瞧瞧。玄影，全员顺铁链攀岩登崖。本王要亲自去会会这群见不得光的红莲恶鬼。相爷赎罪，幽王不仅双腿痊愈，武功更是深不可测。且那幽王妃懂妖术，我们的火攻失败了，他们正带着账本全速进京。相爷，一旦江州账本被呈调皇上，咱们私下勾结外邦、倒卖军需的罪名就坐实了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慌什么？那也要他楚夜有命，把账本送到御前才行。既然楚夜没死在江州，那老夫就让他死在上京的城门外。立刻拿着这份800里加急入宫面圣！入宫面圣！就说幽王在江州拥兵自重，残杀朝廷命官，企图谋反。皇上本就忌惮幽王的武力，此刻得知他双腿未残，必定惊恐万分。老夫要让楚夜百口莫辩。皇上有旨，幽王楚耀欺君罔上，残暴不仁，于江州屠戮地方官员，意图谋逆，即刻卸甲受缚，押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闲杂人等一律就地格杀，放肆！王爷乃是奉旨钦差，谁敢动？父皇果然还是最在乎他的龙椅。首府这一招恶人先告状，精准地捏住了父皇多疑的软肋。若此时强行突围，谋反的罪名就彻底坐实了。本王可以交出兵器受缚，但王妃是无辜的女流，让她走。楚夜，你一旦进了天牢，他们有1万种方法让你在狱中病死。静儿，我进去拖住父皇的杀心，账本在你手里，只要你能把这铁公之于众，我就死不了。大靖的天下，还有我的命，全交给你了。
王妃，各路言官都被首府压制了，现在根本没人敢替王爷上书申冤。我们直接去敲登文谷吧。敲登文谷有什么用？皇上被蒙蔽，我们连皇宫的门都进不去。对付首府这种只手遮天的权臣，从上层路线是死局。我们要打，就打一场降维舆论战。在现代，公关危机的核心是信息穿透。首府能捂住百官的嘴，但他捂不住这上层百万百姓的眼睛。把这本江州贪腐账本里的核心内容，还有首府勾结外邦的往来书信，全部用大白话提炼出来，连夜赶制10万份传单。今夜我要这上京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，每一座茶楼酒肆，甚至是皇宫的御膳房，都飘满这10万份铁证。我要让天下人来做这场局的盘官。江州水患的赈灾粮居然全被首府拿去换了敌国的战马！幽王殿下是去查案的，不是谋反的，还幽王清白，严惩奸臣。首府，这上面的白纸黑字，连你名下各处产业的往来账目都一清二楚，你作何解释？陛下明鉴，这分明是幽王余孽为了脱罪，妖言惑众伪造的假账啊！他们想煽动民变，逼宫造反，只要没有账本原件，这就是一张废纸。启禀陛下，幽王妃身穿一品高明朝文谷，他说手里有江南贪腐案的铁证原广，要当殿御前对质。臣袭苏锦，叩见吾皇。臣其愿以性命担保，幽王绝无谋反之心。谋反卖国之人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哼，幽王妃，这账本上虽然有江州官员的印鉴，但哪里有老夫的名字？你若是随口攀咬，那可是诬陷当朝一品大员的死罪。这老狐狸果然狡猾，这账册表面上记载的收货人全是假名，但他不知道现代化学知识专治各种隐形墨水。首府大人是不见棺材掉泪。父皇，请赐臣系一支蜡烛以及一碗米汤。你在装神弄鬼什么？这不是装神弄鬼，这是科学。首府大人当年为了隐蔽，每次与江州知府通信核对走私账目，用的都是特殊的淀粉水书写，干康鸟后肉眼完全不可见。白纸黑字，红莲丝印，铁证如山。首府赵大人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乱臣贼子！来人，把赵氏一族给朕打入死牢，满门抄斩！满门抄斩！陛下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老夫在朝野经营30年，这皇宫的禁军有一半都是我红莲暗卫的人。既然这昏君不给老夫活路，那今日老夫就替天行道，废了你这……替天行道，你也配？本王的王妃说你该死，你今天就必须下地狱！静儿，我来晚了，剩下的垃圾交给我来扫。叶儿，此次督办编务，你居功至伟，朕以拟旨册封你为皇太子，入主东宫。儿臣叩谢父皇隆恩。只是太子乃国之储君，必须出自名门望族以安抚世家。苏锦虽有查案之功，但终究是被侯府驱逐之女，出身太过单薄。朕意已决，将镇国公嫡女为太子正妃，苏锦降为侧妃。连我的妻子都要算计，这大晋的储君之位，本王就算不要，也绝不委屈锦儿半分。父皇，儿臣的妻子此生只有苏锦一人。若父皇执意赐婚，这太子之位，儿臣不做也罢。放肆！你以为你手握黑甲暗卫，朕就动不了你？禁军何在？跟皇权硬碰硬是下策，在绝对的经济命脉面前，皇权也得低头。老皇帝想拿捏我们，我就让他看看谁才是大金真正的金主。父皇息怒，陈琦的出身确实单薄，但陈琦手里捏着大晋未来10年的命脉。这本账册，请父皇过目。这是什么？回父皇，首府贪墨多年，国库早已空虚。这半年来，陈袭利用回春堂的商路，重组了江南的盐铁贸易，并发行了大晋建设票号。如今北部边军的粮草，
黄河水坏的修缮款，有70%是由陈袭名下的商会垫资。父皇若执意降陈妾为侧妃，臣妾只能心灰意冷，撤回所有商铺资金，清算朝廷债务。届时边关断粮，江南罢市。父皇觉得镇国公的嫡女填得平这1500万两的窟窿吗？你竟然在短短半年内架空了户部，你是在威胁朕！陈袭不敢，陈袭只是用事实证明我苏锦配得上楚燕，更配得上大晋的太子妃之位。父皇，国库空虚，内忧外患，唯有儿臣与锦儿联手，方能保大晋江山百年无虞，请父皇三思。姐姐，太子妃娘娘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是你的亲妹妹啊！我不想去教坊司那种下贱的地方，求你跟太子殿下说情，饶了我吧！亲妹妹，当年你买通轿夫，将我塞进幽王府的花轿去替你送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亲姐姐？苏婉，你落得今日下场，全是你自己的贪婪所致。大晋律法绝不徇私。你这个孽女！你以为你当了太子妃就能抹杀你身上流着侯府的血吗？你竟敢眼睁睁看着生父流放，你就不怕被天下人戳脊梁骨吗？生父，钟永侯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当年我母亲是怎么死的吗？这是我生母林氏的绝笔，当年沈氏为了谋夺我母亲的嫁妆，在她的安胎药里下了慢性的红花，而你钟永侯，你明明知情，却为了攀附沈氏娘家的权势，选择袖手旁观，眼睁睁看着我母亲血崩而亡。你这种人面兽心的畜生，也配做我的父亲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今日我苏锦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，正式与钟永侯府断绝一切血缘关系。你们的生与死，皆是罪有应得。母亲，你看到了吗？当年害你的豺狼，今日终于遭了报应。您的仇，女儿全报了。呸！杀妻灭子，活该流放！太子妃娘娘大义灭亲，是真正的青天。从今往后，你没有侯府，但你有我。我楚夜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家。时辰已到，押解上路。皇上，自古帝王3宫6院，以繁衍皇嗣平衡朝局。如今后宫只有皇后娘娘一人，实在是于理不合。老臣等已拟定各世家适龄女子的选秀名册，请皇上恩准广纳妃嫔，充实后宫。请皇上广纳妃嫔，充实后宫。封建礼教的顽疾，果然不是杀一个首辅就能根除的。他们不是为了皇室繁衍，而是想用女人的裙带关系重新划分朝堂的利益。好一个平衡朝局，好一个于理不合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毁坏龙椅，这是要动摇国本啊！国本，大晋的国本是江南的丰收，是边关的安宁，是皇后呕心沥血重整的国库。什么时候，大晋的国本需要靠女人的肚皮来维系了？朕今日就把话放在这儿。朕能从一个残废的废太子走到今天，这条命是皇后给的，这江山也是皇后陪朕打下来的。朕此生只取苏锦一瓢饮，后宫绝不进新人。谁再敢提炫秀二字，犹如这龙椅扶手，朕诛他9族。既然众卿无事启奏，那本宫就颁布第1道懿旨：即日起，本宫将在京城创立大晋女子书院，允许女子读书识字、精算习医。明年秋闱开特例，增设女子恩科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独享恩宠，我要的是全天下的女子
都能如我一般，不用再将命运绑在男人的后院里。皇后之意，即是朕意。大境的盛世，由我们共同开创。娘娘，今年女子恩科的成绩出来了，咱们书院送去考医学和算学的30名女弟子全部高中，甚至有一位被户部直接破格提拔为员外郎呢。多谢院长悉心栽培，学生定不负娘娘重托，为大境效力。不用谢我，是你们自己的努力，证明了女子同样可以撑起大境的半面天。去吧，去属于你们的天地里展翅高飞吧。那场高烧带来的梦境，让我看透了封建隆隆的可怕。我用现代人的智慧破局，如今我终于将这把破局的钥匙交给了全天下的女子。今日书院放榜，累坏了吧？户部那群老顽固，今天看到女状元的卷子，青的胡子都揪断了几根。这还只是个开始呢，皇上，以后朝堂上和您顶嘴的，可能就不只是那几个老头子了。只要是你教出来的，朕甘之如饴。简儿，朕时常在想，若当年你没有坐上那顶换错的花轿，若你没有在那晚的洞房里用银针抵住玄野，朕现在恐怕早已成了九泉之下的一具枯骨。世间没有如果，就算再来一次，我依然会掀开那顶花轿的帘子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命只由我自己做主。这盛世，如你所愿。不，是我们共同的盛世。